黄金疯了，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黄金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？2024年黄金简直就是分子附体，40次创历史新高，涨了26%多。全球最靓的仔就是它了，连那些卖古法黄金的公司啊，股价都飙升，半年涨了8倍。都2025了，黄金还在疯，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啊！不是刚创新高，就是在创新高的路上。我就奇了怪了，咱们平常听到最多的不就是炒股、买基金、投房产吗？黄金这老古董怎么就突然这么牛了呢？我查了一下数据，发现把时间拉到20多年前，黄金居然跑赢了股票、债券、现金，简直就是低调的王者。当然，要说最赚钱的，黄金还真不敢称第一。房子和纳斯达克指数这两个怪物啊更厉害，咱们得承认这一点。今天呢，我就和大家一起扒一扒黄金的底库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在推动它上天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这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是什么？我的答案是黄金。你想啊，从人类文明开始，多少王朝更替，多少技术革命，多少制度变迁，可唯一没变的就是黄金的价值，几千年都没有人质疑。古埃及人把黄金作为法老的棺材，古希腊人用它做装饰神庙，中国古代穿的龙袍是金线缝的，做的龙翼线的金边，连装样子的重龙翼山都用金子做锄头，装都得装出牌面。到了现代，黄金曾经是金属货币的代替，就算金本位制解体，各国央行还是把它当宝贝似的不停的买。这帮央行行长们简直就是黄金上涨的最大推手。我们老百姓呢，最喜欢的就是戴金链子、现金牙，有的结婚需要3金，包括金戒指、金项链、金耳环。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说法？还有些人兴奋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，觉得手里没点黄金啊，就浑身不自在。那么是什么决定了黄金的价格呢？要分析一个东西的价格，咱们经济学101的第一课就是看供需关系嘛。先说供给，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有句话：金银天然不是货币，但货币天然是金银。意思是说，黄金的价值认可度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，从鲁莽饮血的原始人到现在玩 ChatGPT 的我们啊，都认同黄金的价值，这是个了不起的共识。到2020年为止，人类一共挖了多少黄金呢？大约是20.7万吨，剩下的已探明储量是5.6到5.7万吨。按现在每年开采3772吨的速度啊，15年就要被挖完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个故事咋这么耳熟呢？对吧？这就像地理课上说的，煤炭还够挖50年，石油再挖30年就没了，然后几十年过去了，咱们发现煤和油还没挖完，真是神奇。就在前段时间，金价都快冲到$3000每盎司了，国内突然发现了一个超大金矿，5天后这金矿就变成了世界最大金矿，你说巧不巧？这跟油价高的时候总能发现超级大油田一个套路，这样的巧合不能说一模一样，那也是99%相似的啊。说归说啊，笑归笑啊，咱们回到正题，为什么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，黄金年产量还只是3000多吨呢？不见长进呢？首先呢，好挖的黄金早就被挖走了，全球金矿平均品位从2000年的3克每吨降到了2022年的1.3克每吨。等等，你可能没概念，那我换个说法，从1吨石头里能挖出3克的黄金，在这个行业已经是算高品位了。1吨啊，朋友们，1吨石头才3克金子啊！金矿开采难度越来越难，像南非这种金矿大国，矿井已经挖到4000米多深了，单吨矿石的开采成本超过1.2美元，算上其他费用，金价低于1500美元时，大约有30%的金矿要亏钱。另外，从发现到开采，一些新金矿平均要等12年才能投产，而成功率还不到5%。就算你运气好成功了，要是碰上金价走低，
那这买卖能不能回本都是两说的事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最近金价暴涨，但黄金股票却没怎么涨。况且需要金价长期稳定在高位，才敢说自己的欢声农奴把歌唱了。除了矿产金，还有一部分供给来自回收金，这部分占总供给的25%左右，每年大约有1200吨到1400吨，主要来源旧首饰，还有一小部分来自电子垃圾。说到电子垃圾，你知道吗？一台废旧电脑主板大约有 0.2 克黄金，按照现在金价算值个120多块钱，难怪有人专门收破电脑。总的来说呢，黄金的供给非常稳定。2011年到2020年10年间，全球金矿产业波动幅度在 2% 左右。就是说不管世界怎么变，黄金产业就像个老年人的心跳一样稳。聊完供给，咱们再看看需求。黄金的需求大致分3类：老百姓买首饰，金手镯金项链之类的；老百姓买金条、金币，这些用于投资保值用；央行和机构买入，这是官方储备。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心情都好，消费信心足，就爱买黄金首饰，既能保值了，又能美美的。经济不好时大家都紧张了，开始囤金条、金币，秉承着宁可错10次，不可丢1次的避险心态。数据也证明了这点，像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9年的经济下行期投资性黄金需求大幅上升。咱先看私人消费这块吧，它占黄金总需求的近60%，主要是珠宝首饰，有些小众用途你可能想不到，比如现金牙占比 0.2%， 折算下来也有好几十吨。看来喜欢现金牙的不只是中国大爷，全球都有土豪。以前黄金消费主要在发达国家，21世纪后，随着咱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了，黄金消费的重心也转移过来了，中国和印度成了黄金消费的主力军。说到这，就不得不提到2013年那群让华尔街胆战心惊的中国大妈。2013年4月了，国际金价大跌，华尔街的大鳄准备狠狠的做空黄金，大赚一笔。一开始很顺利，2个月金价从1400多美元跌到了1200多美元。然后呢，中国大妈出手了，他们排队抢金条、金首饰，10天内买了约300吨黄金，金价立马反弹。到7月完美收复失地，华尔街那帮聪明呢，亏得裤子都没了。当时国内媒体可嗨了，中国大妈暴打华尔街，成就了大妈传奇，各种溢美之词不过市场情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7月底，黄金又开始走弱了。更尴尬的是，很多大妈买的金首饰，算上加工费，要等到金价涨到1450美元才能不亏。结果一等就是6年，直到2019年才解套。所以我得提醒大家，看到媒体疯传的市场消息一定要小心。消息传到我们普通人这儿的时候，都已经到5手、6手、7手、8手了，喊你接盘的可能性比喊你赚钱的可能性大得多。现在咱们说第3个需求，央行购买。2013年到2021年之间这部分的占比约 10%。 有意思的是，发达国家的黄金储备基本没增长，只有 1%， 而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储备疯狂的增持，涨到了 97%。 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，简直就是买的主力军。为什么新兴市场国家这么热衷增持黄金呢？主要2个原因：经济增长带动央行资产扩张，外汇和黄金储备都得增加。想实现储备多元化，减少对美债的依赖，增强本国货币的信用。最近几年呢，央行买金的节奏明显加快。2023年全球黄金需求4448吨，央行占了137吨，比例高达 23.3%。当中国央行增持了220吨。说实话，这轮金价上涨，各国央行功不可没。咱们分析了供需关系，可以看出黄金供需相对稳定，所以需求的微小变化往往会对黄金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二战以来，黄金经历了3轮大涨周期，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呢？第一轮1970年到1980年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，黄金和美元脱钩，
加上2次石油危机引发通胀高企，黄金从34.75美元涨到了850美元，涨了23倍。第二轮2000年到201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，避险情绪升温，同时新兴市场加入了 WTO， 开始大量增持黄金储备，金价涨了约 6.5 倍。第三轮2016年至今，英国脱欧，美联储降息，中美贸易战，到2024年11月，金价累计涨幅达到 165%。 对比这3轮涨势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，美债信用和黄金就像跷跷板，一头翘另一头就得落。黄金的大涨周期恰好是美国经济遇到大麻烦的时候，美国经济有麻烦了怎么办呢？要么赖账，要么疯狂发债，这2招最终会导致美债信用下降，而黄金就成了避险的首选。先说赖账，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和黄金挂钩，其他货币再和美元挂钩，美元成了全球储备货币。但问题来了，全球贸易越来越多，各国需要更多美元，可美元越印越多，大家怀疑美国真有那么多黄金能兑换吗？这种不信任感到了1971年达到临界点，尼克松总统干脆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。这是不是赖账？最近的一次赖账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，美国联合盟友冻结了俄罗斯的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还把俄罗斯踢出了 SWIFT 的国际支付系统。这招太狠了，等于告诉全世界，你们存在我这的钱，我想动就动，想没收就没收。你想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外汇储备，正美滋滋的吃着火锅唱着歌，一不小心得罪了梅老爷，出门就被马匪给劫了。看相关数据就知道，自从2022年起，全球央行的黄金净买入量比之前直接翻了1倍。毕竟黄金放自家金库里，总比美元在别人那里踏实吧。说完赖账，再说滥发债。2011年后，美国财政赤字连年攀升，2007年初已达到 8.8 万亿。2008年次贷危机来了，美联储开动印钞机，3轮量化宽松给银行和企业输血，美国国债急速上升，金价也像坐火车一样飙升。2020年疫情又给了美国一记重拳，美国国债从 23.2 万亿飙升到 35.5 万亿，国债杠杆率又开始飙升，美债飙升引发市场对美国的信用担忧，黄金作为更安全的避险资金自然水涨船高，受到了市场的疯狂追捧。从国际关系角度看，如果你老是不讲信用，别人迟早会割袍断义的。随着美债越来越多，全球央行也开始去美元化，纷纷增持黄金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去美元化，不是指美元指数的前落，而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地位的变化。IMF 数据显示，从2015年到2020年，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 66% 降到了 58.2%， 同时全球黄金储备与央行外汇的比值从 11% 上升到 19%。 说到央行增持，中国央行可有意思了，21世纪以来总共5轮增持，除了2009年4月那次短暂增持，其他4次都赚了钱。对央行来说了，黄金是稳健的多元化配置工具，无论是长期回报、流动性还是风险管理都很有吸引力。增持黄金还能提升本国货币的国际信用地位。当前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占比接近了 20%， 但分布很不均匀。欧美国家占比高，美国 72.4%， 德国 71.5%， 法国 70%， 意大利 68.3%， 而亚洲国家明显偏低，中国才 4.9%， 印度呢 9.6%， 日本 5.2%。 这意味着什么了？亚洲央行还有很大的增持空间。除了前面说的因素，美元潮汐也会影响金价。美国收割全球的套路其实很简单3步走。第一步，给糖吃，间隙放水，把低息美元送到全球各地，资本像闻到血腥的鲨鱼一样涌向高回报率的资产。第二步，大半事后突然加息收水，美元开始回流，资产泡沫破裂，哀鸿遍野。第三步，捡便宜货，
再次放水，但这次是低价收购破产资产，一套操作下来啊，起码70%利润落入梅老爷的腰包。早先的蜜糖变成了砒霜，套路满满。黄金作为大类资产，当然也受到美元潮汐影响。长期看，美债利率和金价负相关，利率低时金价容易上涨。有意思的是，加息周期黄金未必大跌，因为加息常伴随着滞涨，避险需求反而会提升，所以金价在加息时跌的不多，但降息时涨得很慌，这就造成了黄金价格中枢不断抬升的情况。一般来说，黄金和美元指数是负相关的。由于共和党倾向于小政府、低利率和弱美元，所以共和党总统在位时，黄金往往表现更好。小布什8年期间，黄金涨了312%，特朗普上任后，金价涨了51%。地缘冲突也会影响金价，毕竟乱世黄金嘛，最直接的乱世表现就是战争。但数据显示，单独的地缘冲突对金价的影响偏短期。战争开始时金价上涨，结束后回落，所以这类突发事件的脑洞虽大，但都是昙花一现。还有些其他推动金价的力量，比如黄金 ETF 在2024年首次实现净流入，2025年1月更是流入30亿美元，创了近3年新高。国内也有2025年2月开启了保险资金投资黄金的试点，这可能带来2000多亿的增量资金。总结一下，看黄金的逻辑是长期看美债信用和央行购金，中期看美联储的利率政策，短期看地缘冲突的变化。说白了，美债越来越不靠谱，现在总额超过36万亿，光年利率就要1万多亿。特朗普和他的好基友马斯克虽然在政府部门挥起裁员大刀，但那次砍掉了500多亿支出，连美债利息的零头都不到。而全球央行增持美债、增持黄金的趋势仍在持续。中国从2018年开始就减持美债，同时央行连续3个月增持黄金。中期来看，美联储降息有利于金价，从去年9月开始已经降了100个基点。即使现在鲍威尔的态度偏硬，但美元降息的大方向已定，只是速度问题。短期看，金价涨太快了，毕竟3000美元每盎司，有点超买。特朗普开始斡旋俄乌停火，如果成功的话，避险情绪可能会减弱，对金价形成压力。此外，中美关系也有缓和迹象，如果走向正面，央行的购金步伐可能放缓，对金价也是利空。总的来说呢，长期趋势依然向好，美债不靠谱嘛，去美元化，中期支撑较强，降息周期，短期可能承压，估值高，地缘缓和。最后结果提醒一下，这期视频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每个人看到的时间不同，情况也在变化，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你懂的。聊了这么多了，你对黄金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